大家好，我是刘毅。红烧狮子头很多人都喜欢吃，饭店点击率也非常高。今天用黄花菜和狮子头搭配，教大家一个新做法，色泽红亮，鲜香好吃，软糯入味，下酒又下饭。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，您一定能够学会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首先准备绞好的猪肉馅儿1斤左右，最好是选择猪前筋肉，3肥7瘦，吃着口感好。干黄花菜50克，用开水先浸泡上，用黄花菜和狮子头一起炖制，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还有一些保健功效。接着准备香料，2个八角，2块桂皮，3、4片香叶和少许的白芷，用开水先浸泡上，这样干净又出味道。铁棍山药100克，清洗干净，削去外皮，这个主要是增加狮子头的脆感，没有的也可以用新鲜的马蹄代替。香葱几根，清洗干净，把葱白先切下来，用刀拍破，稍微多拍一下，这个主要是用来做姜葱汁。生姜1块也是拍破，然后和葱白放在一起，再放入几粒的花椒去腥，料酒稍微多一点，少许的食盐，然后放入半勺的清水，接着用手稍微多抓捏下，这样香味能够很好的释放在水中，用来和肉馅儿，能够很好的去腥增香，而且还可以使肉馅儿吃起来更加的鲜嫩不柴。然后把小葱叶切成葱花，切好放入盆中。干香菇几个提前泡好，清洗干净，挤干水分，这个主要是增加狮子头的香味。先切成丝，然后再切成小颗粒。削好的山药先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。这个季节要多吃点铁棍山药，然后再切成细丝。再切碎，放入香菇和山药，能够丰富狮子头的口感和营养。稍微剁碎一点，这样在捏丸子的时候更好成型。接下来处理肉馅儿，有很多朋友在家做狮子头或者是丸子，很容易碎不成型，就是少了这一步，一定要用刀慢慢的剁一遍。当然最好是自己买前筋肉来剁，做出的口感最好。肉馅儿像这样剁一下，主要是增加粘性，看一下这个效果非常有韧性。然后放入盆中，接下来开始调味，放入适量的盐，半勺的胡椒粉，少许的白糖和味提鲜，香油必不可少，大概10克，料酒稍微多一点，再放入葱姜水，接着用手向一个方向慢慢的搅拌均匀，这个目的是让肉馅儿吸足水分，口感吃起来才更加的鲜嫩。搅拌至看不见汁水，肉馅儿表面起黏，然后打入母鸡蛋1个，再倒入切好的马蹄和香菇碎，再继续搅拌均匀。搅拌至肉馅儿起黏，放入20克左右的玉米淀粉，再次搅拌均匀。粉的量切记不要太多，要不然口感吃着不好，容易偏硬。放入淀粉也是增加肉丸的粘性，做出来成型好看，不易碎。搅匀后，再进行关键的步骤，一定要反复的摔打几下，这样做出的肉丸吃着口感非常的口弹，而且成型表面还非常的光亮好看。和好的肉馅儿放在手的斜面，不轻易掉下就可以了。
非常的有粘性。这时候黄花菜已经泡透了，然后倒出表面多余的水，这个水切记不要倒掉，用来炖制狮子头用，非常的提鲜味。把这个黄花菜的硬梗一定要掐掉，要不然吃着影响口感。把处理好的黄花菜清洗2遍，然后捞出挤干水分。食材准备好后，接下来起锅烹饪。起锅烧油，炸肉丸油温稍微要高一点，烧至6成热，保持中火，用手的虎口像这样慢慢的挤出肉丸，然后放入锅中。要想做出的肉丸表面更光滑一点，就在手上稍微多来回翻滚几下，这样成型就非常的漂亮。全部下完后，先静止5-6秒钟，让狮子头定型，然后再用勺子推动，让其受热均匀。炸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炸至狮子头表面稍微发硬即可捞出。锅中留少许的油，下入挤干水分的黄花菜，稍微煸炒下，炒出黄花菜里边多余的水分，这样再来炖制，更容易入味，鲜香味还能够很好的激发。翻炒大概2分钟左右，炒至黄花菜表面稍微有点焦黄，然后盛出。锅中再次放入适量的葱油，油热后，先倒入泡过的葱姜和花椒，再倒入控干水分的香料，煸炒出香味。炒干水分，炒出香味，然后从锅边烹入20克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，料酒30克去腥增香，10克的海鲜酱增加肉的回香感。保持中小火，稍微多煸炒下，把酱汁的香味一定要炒出来。炒至酱汁亮油，然后倒入泡黄花的水，再倒入适量的开水，放入10克的冰糖活味提鲜，而且可以使烧出的狮子头颜色更加的鲜亮好看。汤汁烧开后，然后倒入狮子头，盖上锅盖，保持中小火，先焖制15分钟。因为这个狮子头偏小，大概也就1两左右，炖起来很好成熟。15分钟后打开锅盖，看一下颜色比较淡的，可以放入少许的老抽，颜色就非常的黄亮了。再放入适量的盐，接着倒入黄花菜，再盖上锅盖，继续保持中小火焖至10分钟左右，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就非常的软糯又入味。家庭操作，最好是浸泡1晚再来吃，这样狮子头又香又入味。这个呢是饭店做法，把炖好的狮子头和黄花菜放入砂锅中，原汤用少许的水淀粉勾个薄芡。这个菜不需要放鸡精、味精之类的，有黄花菜味道就非常的鲜。勾至芡汁稍微粘稠，再放入少许的香油增加香味，然后把料汁均匀的浇在狮子头和黄花菜上边。冬天最好是放在酒精炉上，边炖边吃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非常的过瘾。这样一道简单家常、软烂香香的黄花菜焖狮子头就做好了。更多家常菜请关注刘毅美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。我们明天再见。